好，hello hello，这一步我们有完成了没？OK，好，我们把这个转角柜拿出来之后的话呢，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空间哈，我们一般我们的厨房设计里面哈，比如说我这里呢做一个 L 型的设计，我们现在呢先把一个转角柜的设计给它拎出来之后呢，我们这边呢，你看我们现在呢就会清楚的知道我们哪里是需要放一个水盆柜，哪里是需要放一个炉灶柜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这边放完一个转角柜之后，我们在转角柜的，因为呢，我们一般我们的一个水盆啊设计啊，要靠窗户这边会比较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来选择一下，我们这里有一个叫做新盆柜，就是我们的一个水盆柜，选择新盆柜，然后呢，我们在这里选择一个新盆柜的位置，把它放出来，把它放到这边的一个位置，新盆柜，新盆柜，然后呢，我们选择第一个。喂，hello hello hello，好，那我们刚刚把新盆柜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新盆柜啊，距离我们的一个右墙还有个50左右的一个尺寸。那这个50的尺寸的话呢，我们正常来说是预留给我们封板的一个尺寸来的。正常来说，我们建议我们左右满墙的柜体的话呢，我们会在左右两边都增加一个50的封板。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就能确保万一客户家现场墙体不平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的封板还是可以调整的。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找一个50的封板了。好，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最后这里啊，它会有个叫做通用板件，这里有个通用板件，我们点击这个通用板件，然后呢，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封板，这里会有一个封板。但是我们选择封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橱柜的封板就选择橱柜的封板，衣柜的封板就选择衣柜的封板，我们不能搞混。好，你看这里呢，它就会专门有一个叫做衣柜的封板的，我们就不要选择这个。好，我们就选择这里的一个封板，然后呢，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地柜屏风板，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把它放到我们的一个这边的一个位置。我们放封板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我们的角度一定要调好。就比如说你如果呢调一个这样的角度，你再去放封板的话呢，你可能是不好放的这样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它调整到一个，你看像这样子，调整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视觉，我们去放我们的一个封板。调整完之后，我们就把我们的封板给它放进去到这里的位置。好，那现在大家先把我们的封板放好，我们选择这个封板。
好，封板这一块 OK 了吗？大家？好，目前的话呢，我们是不需要调整任何的尺寸的，我们只需要把柜体先摆出来。好，OK，封板这块大家可以了没？有一 Melissa 那个人问他，他怎么转啊？那个角度，嗯按什么 button？角度呢，就是按我们鼠标的一个左键，然后呢，我们往前推、往后推、往左推，我们的角度就可以转了。选择按我们鼠标的一个左键哈，左键我们往前推、往后推，然后我们就可以转了。其实这个工具呢，我们原理呢都跟我们的 3D Max 差不多的，只是大家的在功能性上面可能稍微会有点区别而已。OK，封板这个大家有完成了没？好的。好，那我们完成了这个封板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我们的一个下一步。好，下一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空间设计里面的话呢，我们在进门口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还要做一个冰箱柜的一个设计。那冰箱柜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会这样子去操作。首先我们要去到我们的这里，通用板件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壁柜的侧封板。壁柜的侧封板，我们把它选择出来，然后呢，靠正面墙，靠正面墙，靠左边的正面墙，然后呢，把它调出来之后，把它调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尺寸调整为一个2.4米，调整为一个2.4米。好，谢谢大家，我们先把这一步完成。选择我们地柜的一个侧封板拿出来，靠这边，靠我们左边的这面墙，然后再把它的尺寸改成一个2.4米，把它尺寸改成2.4米。好，OK，这一步都完成了吧？这个会比较简单一点。好，那这一步完成之后，我接下来就要讲下一步喽。好，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做冰箱柜的话呢，我们首先我们刚刚呢已经把这个板件调整好了它的一个尺寸，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用到一个功能叫做复制的一个功能。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在我们软件这里呢，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复制的功能，复制的一个功能。如果我们点这个复制的话呢，你看点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板件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板件这样子，你看。它就会按复制的话，它就会自动有一块板件给它复制出来了。但是呢，在我们这个软件里面呢，我们复制功能的话呢，我们除了有我们除了有按这里的功能直接复制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呢，我们也会比较好用。我们就是选择这一块板件呢，然后按我们的一个键盘上面的 Alt 键，按键盘上面的 Alt 键，然后呢，你看到没？我们按完 Alt 键之后呢，我们在选择我们板件的时候呢，我们的这里的箭头啊，它就会有一个变动，看到没？你看这里会有一个红色的箭头，它底下呢会有一个白色的一行字，按上 Alt 键拖动就可复制。所以呢，我们按住键盘的 Alt 键之后呢，我们直接选择这一个的红色的按钮，比如说往这个方向的，我们把它拖动，直接也同样可以复制一个板件出来，也可以复制一个板件出来。然后呢，我们把它复制出来之后，先把它复制出来，OK。好，复制的这一块大家都啊、可以了没？OK，好，好，OK 了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哈。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呢把一块板件给它复制出来之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上面的一个尺寸呢。你看我们这个板件呢，它会有两个尺寸。你看这里呢有个720，上面有一个738。那它这两个尺寸的区别呢，就是一个是我们一个尺寸呢，比如说我们上面这里呢，它会有一个720的尺寸。那这个尺寸的话呢，是指我们这个板件到我们板件中间的这个距离。然后呢，我们上面的这一个尺寸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板件到墙面的这一个距离。因为呢，我们现在默认的板件呢，我们是18mm 的，18mm 的，所以呢，我们720加上我们的18就是738，所以呢，我们上面的这个尺寸就是指我们的板件到墙面的这个尺寸。对，所以大家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这个尺寸的一个区别。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调整一下尺寸。我现在呢要我们的一个内空啊，它去到一个700。好，内空，我们板件跟板件之间的内空去到一个700。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调这里的一个尺寸，把上面720这里的尺寸调成700。你看，我们调成700之后，我们上面的尺寸呢，它就默认去到了718，718。好，那现在大家统一来哈，我们把板件跟板件的尺寸调成一个700。好，调整了700之后的话呢，那接下来呢，我们的下一步呢，就是要做，因为呢，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个转角柜跟我们的一个新盆柜，我们已经放出来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需要再去找一个炉灶柜，这是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先要做，就是先组成比较重要的一个三大的柜类，三大类型的一个柜类。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到我们的免拉手橱柜这里，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地柜，然后在地柜这里的话呢，我们再来选择我们这个炉灶柜，这里炉灶柜，炉灶柜。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选择我们的最后一个的炉灶柜，拉篮的炉灶柜，选择最后一个哈，选择最后一个抽屉的炉灶柜。好，我们先把它放出来，放到这个位置，大概中间，这个位置大概中间的位置。好，我们先把这个炉灶柜给它拿出来。好，这步应该都没问题了吧？OK 了吗？好，我们摆放炉灶柜的这一步，大家有完成了没？好，OK，好，OK 了之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调整我们炉灶柜这里的一个尺寸了。好，那我们要调整这里的尺寸的话呢，比如说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目前软件上面这里距离的一个尺寸，你看我们这里距离的一个尺寸呢，这边呢是一个840，这边呢是一个960，但实际上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呢，我们转角柜这里啊，我们这边的转角柜这里啊，它是自带一个50的一个封板的，这边它是自带一个50的封板的。所以呢，我们要在测量我们的这块板件跟我们这边的一个距离的时候呢，我们这边呢会有个叫做测量工具。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这里测量工具，选的这个功能，测量工具的话呢，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点到点，然后呢会有个面到面。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都用这个面到面的一个平衡工具。因为面到面的话，它就是一个绝对平衡的一个尺寸，点到点的话呢，它有可能只是一个大概参考的尺寸，所以我们测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要选择第一个平衡面的一个工具。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来测的话呢，比如说我点击这个测量工具，我们选择这一个的门板到我们这边的一个封板的尺寸，你看它是去到一个2684，2684。但目前来说，这个的话只是我们这个门板到我们的这一个封板的一个尺寸而已。因为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转角柜这边还有一个50的封板呢，所以呢，我们要测量这里的尺寸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去到一个，我们这里呢会稍微有一点点技巧，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个板件呢，这个板件我们要测量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的角度调整好，可以看到它这一个正面的一个面。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看这里啊，选择这里的平衡面，点击这里的平衡面到我们的一个门板，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封板是一个50的一个尺寸，50的一个尺寸。所以呢，我们要在测量这里的我们要在测量我们左右柜体要做多少尺寸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你看选择这里的平衡面，然后呢一定要比较很细节的选到我们这个板件的一个平衡面呢，板件的平衡面，封板板件的平衡面选择这里，再到我们的这一个封板。好，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尺寸呢，它是去到一个2634的一个尺寸。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算我们左右柜的一个尺寸，263634。首先，我们中间的这个炉灶柜啊，它是一个900的尺寸，我们就减去一个900，然后呢再除以2，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得出来，我们左右两边的尺寸的话呢，它是去到一个867的一个尺寸。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选择我们的这一个点击我们这个乳胶柜，
我们再把这里的尺寸改成一个867的一个尺寸。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的这边跟这边它就是一个同样的尺寸。那为什么这里呢会显示一个937呢？因为937的话呢，它是含这里的封板的尺寸，它是含这里封板的尺寸的。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在橱柜里面呢，在尺寸的测量方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小细节。好，那现在的话呢，我们大家先把这个尺寸调整好啊。我们这个乳罩柜距离我们这边的封板是一个867的一个尺寸。好，OK，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个算法的话，大家都有理解吗？那个算法可以重复多一次吗？其实它也是非常的简单或者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样，我们可以简单这样去理解首先，我们要测量这里的平衡面，选择我们这里的门板门板到这边封板的位置，它不是有一个叫做，你看，我们现在测量出来的尺寸，它就去到一个2684嘛，对吧？2684的一个总体的尺寸。那总体的尺寸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记得，首先我们要减去一个封板的尺寸，去到一个，我直接在这里打呃，稍等一下，我直接在我们的一个记录那里打2684，OK，二六八四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门板，这里的门板到这里的一个尺寸。首先呢，我们要减去一个五十，减去一个五十，五十的话呢，就是我们那个封板的尺寸，就是那个封板的尺寸，对吧？减去一个封板的尺寸之后呢，二六八四减去一个五十，然后呢就等于一个二六三四，然后二六三四的话，因为呢我们中间这个炉灶柜它是一个900，所以呢我们要减去一个九百，我们要减去一个九百，减去一个九百呢，它就等于1734，对吧？1734，那我想要左右的柜体都同样的尺寸的话呢，就是1734，我们还要再除以二，再除以二，然后呢就等出一个867，就等出一个867。因为呢，我现在想要左右的柜体都同样的尺寸，它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公式，最后呢就会变成一个867啊。OK，好，那这样讲大家都理解。好，理解完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接下来的下一步，我们就要把我们这个867的一个柜体给它拿出来。好，那我们这里呢就要选择，我们再回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免拉手柜体壁柜这里，再选择一个我们的一个平开门柜，平开门柜。平开门柜。好，选择平开门柜之后呢，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平开门柜，先把它柜体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按刚刚我们算到的一个尺寸，你看867，然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尺寸，然后呢，再把它放好，867的一个尺寸把它放好。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柜体拿出来，然后呢，给它放好。
好，OK，这一步应该都没问题了吧？好，我们好，好，这一步没问题了之后呢，接下来的下一步的话，我们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把这个柜体，然后呢，我们这里呢有一个复制，好，我们现在就来用一下这个复制的功能，复制，点击复制我们这个柜体，然后呢，直接把它放到我们的这里，把它复制，把这个柜体复制到我们的一个左边，复制到我们一个左边，好，OK，它就变成一个这样完整的一个下柜。好，好，OK，好，这样也应该也没有问题了吧？这样子，好，那没有问题的话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好，那我们到这一步的话呢，我们的一个地柜的一个模型啊，我们基本上呢就已经成型了。我们地柜的一个设计。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这里，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地脚线。哎，稍等一下哈。好，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去到我们现在柜体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模型，它已经出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给它添加一个地脚线跟它的一个台面。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在我们这上面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线条造型的线条造型，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地脚线的功能，然后呢，我们就选择这个地脚线，选择这个地脚线。点击我们这个地脚线，然后呢，再把我们的柜体全部选择。哦，这里的话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留意哈，我们的封板也不能漏掉，要连我们的封板跟我们的一个柜体给它全部选择，给它全部选择。选择完之后的话呢，你看这里呢就会有一个叫做风格，然后呢材质这样子，然后呢我们首先要先把它生成。选择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点击生成，它就会生成我们的一个橱柜的一个地脚线。这里的关键一定要记得，我们不能遗漏掉我们的一个封板，因为呢，我们封板也是需要地脚线的，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在橱柜设计里面。好，选择完之后呢，我们就按这个生成，在这里呢就会生成有一个地脚线，然后地脚线款式的话呢，这里呢也会有一个，比如说黑色、银色、黑色、银色，然后呢也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样式，这里不一些样式。这些的话呢，后期呢大家去用我们这个软件的时候呢，都可以去慢慢的去熟悉。那按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就选一个标准的就可以了，我们就按我们默认生成的那个款式就可以了。好，地脚线这块大家都有完成了没？哎，是有一些网络没那么好吗？OK 啊，这边 OK 啊。哦，OK，好，没问题。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呢，同样的方式去生成我们的一个台面，同样也是在这里有一个线条造型的。
然后呢，我们就选择我们的一个台面。选择台面同样也是我们把我们的封板跟所有的柜体一起选择，全部选择完之后呢，我们这里呢就点击一个生成。哎，稍等哈，选择完之后的话呢，我们的台面这里啊，它要你看它目前的一个材质跟风格呢，全部都是空的，让我们去设计一下。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就先选择一个默认的好了，等下我们再改。先选择一个默认的一个，比如说白水晶台面啊，我们先选择一个白水晶，然后挡水的话呢，挡水这里的款式非常多啊，但按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就选择一个第四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挡水点后挡水的一个款式，第四个后挡水的一个方式。好，然后这里的有个叫做后挡水的一个参数，后挡水的一个参数，我们刚刚那个是前挡水哈，说错了，不好意思啊，前挡水。然后呢，这里是后挡水。后挡水的话，那我们就选择一个T003这个款式，或者是我们这里呢还会有一个叫做设置默认款式，我们直接点击这里也可以。我们直接点击我们这里默认的设置款式，我们同样也可以生成我们的一个台面。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可以生成我们这个台面之后，再到我们这个，再点击我们这个台面里面去改它的一个款式，去改它的一个款式。好，那我重新再设置生成一下我们的一个台面哈。好，台面的话，我们同样也是一样的。我们这里呢有个线条造型跟生成地角是一样的。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台面，点击我们的一个台面，然后呢选择我们所有的柜体，包括我们的封板。包括我们的封板。然后呢，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呢，你看这里呢会有一个清空样式，有一个叫做设置默认的样式。那我们在生成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简单一点，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设置我们的一个默认的一个样式就好了。点击这里，然后呢，我们再点击这里生成。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台面生成的一个全过程了。好，我们就点击生成我们的一个台面。好，好，OK，生成台面的这一步大家 OK 吗？
OK 吗？有人有问题吗？OK，好，那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来下一步了。3分钟。好，好，OK，这个可以了吗？好，那没问题，我们就下一步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设置了一个默认台面的款式，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做一个更换我们台面的一个颜色，更换我们台面的一个材料颜色。首先我们点击这里材料，台面材料这里，那按照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风格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一个颜色。首先我们要选择这个 C 的这里，C 台面这里。石英石 C 台面这里，好，点击这里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颜色，我们要选择这个茶瑞的这个台面的台面的颜色，好，茶瑞，好，我们要选择这个颜色，好，OK，那我们选择回我们这个台面的颜色之后呢，选择完这个台面的颜色之后，好，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添加一些我们递柜的一些功能了。添加一下我们递柜的一些功能了。好，颜色这块应该大家都没问题了哈，OK 了。茶瑞哈，这个颜色，记得我们是选择这个 C，然后呢选择一个茶瑞的一个颜色。好，那我们就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的一个下一步。首先的话呢，我们刚刚不是有选了很多种类型的柜体吗？首先我们来选择我们这个叫做水盆柜的，点击我们这个水盆柜。点击完这个水盆柜的话呢，我们这里呢有个材料替换，材料替换，在材料替换这里呢，你看我们会有柜身门板颜色的更换啊，还有一个拉手的设置啊。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呢是叫做免拉手柜体，所以呢，我们这边呢就没有一个拉手的啦，功能的啦。然后呢，我们这里呢主要是选择我们的一个叫做配件，配件，在这里的话呢，它会有个叫做添加新盆的一个功能。添加新盆的一个功能。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个，选择我们的一个新盆，选择我们这个新盆。那接下来的话呢，我要选择一个这个款式，这一个款式，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款式004的这个款式的新的水盆，004这个款式的水盆。好，我们添加完这个水盆的功能之后呢，这里呢会有一个叫做水龙头的，我们现在呢也把水龙头的款式给它换成这个款式，给它换成这个。
027的款式，027的款式，这是我们的一个水盆水龙头。好，新盆水龙新盆是004，水龙头是T027。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的一个功能跟它的一个款式。好，我们现在先把水盆这一块给它搞定。好，添加水盆跟我们的一个水龙头的这块，大家 OK 了没？好，OK。那我们添加完这一个水盆跟水龙头之后的话呢，我们来看水盆的这里的一个功能的一个设置哈。我们水盆的这里呢，你看它的功能的设置，它会有几种方式的。来，我们来感受一下这里。我们来感受一下我们的一个水盆。我们水盆这里呢，你看它会有一个叫做台下盆、台中盆跟台上盆的一个方式。这里呢是我们水盆非常关键的一个设计，就是如果客户想要台下盆，我们就选台下盆；如果客户想要台上盆，我们就选择台上盆。对。这个呢，我们做设计也好，跟客户确认也好，这个非常重要哈，因为这几种盆，比如说台上盆、跟台下盆、跟台中盆这几个呢，我们在台面上面开孔的方式啊，它都不一样，它会有区别的。就比如说我设计了一个台上盆的一个开孔尺寸，到时候呢，如果你的水盆想要做那种台下盆的话呢，它是不能够的。所以这个的关键点非常的重要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点。那按正常来说的话呢，大部分的话呢都会选择台下盆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样子呢会比较方便搞卫生。我们台面的水的话呢，一扫我们就能把它扫到我们这个水盆上面了。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规去做的一种做法，就是台下盆。那如果是台上盆的话呢，它只是方便我们去装这一个水盆，但是呢，实际上在搞卫生的时候呢，它会比较麻烦，它会比较麻烦。好，这个呢，我就稍微的跟大家强调一下，常规来说，我们就会用台中盆跟台下盆，对，这两个我们会用的更多一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水盆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到我们的这一个叫做炉灶柜这里，我们选择我们这个炉灶柜，点击它。炉灶柜这里的话呢，你看它就会有两个，它这里呢就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添加我们的一个炉灶。那首先我们再来，首先我们先来添加我们这一个炉灶。好，选择我们这个炉灶。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选择一个这个款式吧。我们选择一个这个 B312的款式，B312的款式，B312的款式。
好，那这个添加乳罩应该都完成了，这个比较简单。好，接下来的话呢，我再讲一个，就是这里啊，它会有一个叫做拉篮，因为呢，我们这一个的橱柜的话呢，比如说哈，我们现在这个设计的橱柜，我们可以先打开它的门板看一看，打开它的门板看一看，你看，目前我们打开这个门板的话呢，它里面是没有东西的，它里面这个门板呢是没有东西的。因为呢，我们还没有添加我们这个拉篮的一个功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要把我们的拉篮给它添加进去。好，我们把门板关闭，然后呢，同样我们是要点击它，然后呢去到配件这里，然后呢选择我们的一个拉篮，点击拉篮，你看这里呢，我们软件呢就非常的智能，它就会显示出跟我们这一个柜体相对应匹配的一个拉篮的款式。好，那首先的话呢，我们选择第一个拉篮。我们添加拉篮的时候呢，它这里呢会有一个技巧，就是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一个视觉呀、放到一个比较正面一点的视觉。你看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点击拉篮，那我们选择拉篮的时候点击它，然后呢，我们我们添加拉篮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到我们这个柜体的一个门板呢，它才能更好的去添加我们这个拉篮。你看我这样子的话呢，你看选择我们这个门板，第一个、第二个、第一个、第二个这样子。你看选择第一个，好，我们点击它，那我们就第一个拉篮就添加成功。同样道理呢，我们第二个拉篮也是一样的，然后选择拉篮款式，然后呢，我们刚刚已经添加了第一个，现在我们要添加第二个，点击它，然后呢，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门板这里，选择我们的门板这里，它就会自动把这个拉篮匹配上去，然后呢，再点击它。好，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拉篮呢，就算是成功的添加进去了。你看，添加进去了，我们打开就会有一个拉篮的款式这样子了。所以大家一定这个呢也要非常的注意，就是如果你选择了一个拉篮柜，但是呢你没有添加它的拉篮的时候呢，到时候呢，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报价出来啊，我们就会缺少一个拉篮的价格了。所以这个呢也非常的重要，大家要比较注意了。好，那现在我们先把添加拉篮的这一步给它完成。好，好，那现在的话呢，大家已经添加了拉篮柜了。好，那添加了拉篮柜之后的话呢，那我们有些小伙伴呢就会发现我们的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明明呢是选的是一个免拉手的柜体，那它这里呢为什么呢就会有一个拉手的话呢？这个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模型啊，它还没有完善好，所以正常的话呢，我们这个拉手呢它是不需要的。
所以在免拉手柜里面呢，我们如果它模型有时候会自带这种拉手的话呢，我们这里呢就把它取消掉就好了，我们就把它取消掉就好了。这里我们就这里点击把它删除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你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它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拉篮柜体了。好的。好，那我们的厨房到这一步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的呢？有吗？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我讲的会不会太快，或者会不会有哪些不清晰、不清楚的，都可以跟我讲一下的。有吗？有吗？大家有问题吗？好的，好的。反正呢，如果我讲的大家觉得有哪里不清楚的话呢，就一定要跟我说哈，我就会在，我就会尽量跟大家讲的再清楚一点。那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这块的橱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呢，没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呢，那差不多我们上午的课程呢就可以先到这里，就可以先到这里，因为差不多快到12点了。那我们的上午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剩下的课程的话呢，我们就等下午回来，我们再继续。我们今天下午上课的时间是1点半，这个之前Austin 有发过给大家了吧？时间表。OK，好的，那没有什么大问这个题的话呢，也那你说，要还要用吗？有你说要用的，他们保存一下吧。还要继续用吗？这个场景要用的，我们下午回来要继续把它完整的。要保，大家可我们能保存一下吧。对，其实呢，我们可以这么去讲，就是正常来说的话呢，我们做完一个场景的话呢，我们这个软件呢，它也会比较智能，可能每隔半个小时或者1个小时，我们的软件呢就会自动的保存一次的。但是呢，我个人的习惯就是，作为设计师的话呢，就是我们做到哪一步，然后呢，再习惯性的按一下保存。这一个的话呢，可能就是你要作为一个设计师的常用的一个习惯，会更好一点。就是会有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我做完到这一步了，差不多我就点一下保存这样子。可能大家以后无论是做设计还是做其他的一些软件设计也好，最好呢也要养成这种习惯吧，不然到时候呢我们做了一堆到最后网络崩溃了，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的一些情况的话呢，我们到时候又得重新再来，就会比较麻烦了。好，那我们现在呢，先保存一下。好，那我们上午的课程呢，就先到这里。好，剩下的话呢，我们下午的话呢，会继续回来把这个空间给它完善的。好的，好的，所以一点半对吧？对，1点半左右，好，我们来继续我们下午好，的一个课程。好，好，然后大家刚才用的账号就用回吧，可能就对，不要换了。刚才能用的就继续用那个账号，嗯，对对对，因为呢，这个账号我们明天的一个衣柜的培训也是要用到的。是应该那 OK 了。你可能看看好的，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在刚才的那个这个培训，然后回来过后也可以就是写下来，然后再让何老师解答一下。嗯，可以可以。OK，反正大家之后有什么问题如果要总结问题的话呢，最好呢就是因为呢我们下午呢还要继续回来去完整我们这个空间的。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你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先记录下来，然后呢我们等下午把这个空间呢一起做完之后，然后呢出到我们的效果图跟 VR 之后，
对的，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个叫做答疑的一个环节，我们到时候再一起来讨论一下，我们针对我们这个元件或者针对我们这个场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统一一点可能会更好一点哈。好的，那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上午的课程就先到这里。好，大家辛苦了哈，我们吃完饭回来继续。OK，谢谢谢谢，拜 OK，拜。没事，好，拜拜。OK，拜拜。OK，拜拜。下午用回这个链接。用为一样的对吧？OK 对对 OK，对，好的，好的。那我这边先停止录制。会直接关掉到完吗？还是对，关掉也或者关掉也可以啊，嗯关掉你不关都可以啊，反正你关掉，你下午重新进就可以了嘛，没关系的。